美国还真是脸大，不断在南海部署海警船，甚至屡次针对中国海警渔船出手，又来寻求合作，还想逼迫中国，让美国拥有南海的执法权。南海这个明明是中国的地盘，却因为美国时常插手，以至于地区稳定不断面临威胁。中国渔民出海打鱼都要担心随时会受到美国的威胁，如今美国竟然还想拥有南海的执法权。据悉，这次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司令最近公开表示，曾经合作很长时间，并且拥有友好关系的中国海岸警卫队，原本和美国拥有一份合作协议，但是最近这一个协议已经失效了，所以如今我们正在和中国谈判恢复这份协议。需要指出的是，这份协议算是一份随船观察员协议，按照之前中美签订的协议，内容大致上是中国安排一位海警官员去美国的海警船上担任随船观察员，并且帮助美国扣押在北太平洋上从事非法捕鱼等活动的船只。也就是说，签署这个协议后，美国海警就能够和中国海警一起在海上进行联合执法，就相当于美国也拥有了在南海的执法权。犹记得之前中美这份协议尚且还在失效期中的时候，美国就三番两次扣押中国渔船，最严重的一次，笔者仍然记得，当时美国直接扣押了中国32艘渔船，并将渔上的收获全部据为己有。这种强盗行径在美国眼中却被称为是维护国际秩序。什么国际秩序？其实不过是美国的秩序。必须要说的是，这还是在双方协议失效期间，美国根本没有在南海执法权的时候，美国连报给中国的举动都没有，就平白无故的做下这种事。如今还想让中国恢复美国在南海的执法权，美国是想更光明正大的压迫中国渔船吗？想的倒是挺美。另外还有一件有意思的是，美国的这位海警司令跟自己失忆了一样，明明之前自己就把美国的海警船永久部署到了日本，却还用中国海警和民兵船只有在争议的海域驱逐其他地区的渔船的说法来抹黑中国海警，暗示美国会对此展开行动。甚至美国如今不断的在中国附近海域部署大量海警船，这事还想以此逼迫中国合作吗？美国还真是脸大。南海诸岛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南海及其附近海域的渔业资源拥有绝对的权益，这是专属经济区赋予给中国的权利，美国凭什么干涉？其他国家不打招呼，到中国的海域上非法打捞，中国依法驱逐有什么问题？而且中国国防部大校任国强早就有言在先，南海是中国的，中国对南海诸岛以及其他海域拥有的主权是无可辩驳的，中国将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奉劝某些国家把精力用在正道上。为何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舰队在外巡航之际，俄罗斯的举动让英国坐立不安？俄罗斯海军到底做了什么？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美国一直将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看作是在全球使用霸权的绊脚石，因此拜登政府公开将中俄两国说成是美国最大的挑战，不断的变换招数来干扰中俄两国的发展。军舰在中国周边海域的航行也从来都没有停下来过，除了自己派军舰之外，还要拉拢怂恿其他甘愿给自己当炮灰的国家来一起自由航行，英国就是其中一个。近日，英国派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携载美国战斗机到了南海航行，虽说在我军的关照下没敢做出什么动静，但也是耀武扬威的和美国军机在南海进行了军事训练。不过，在英国航母退出中国海域之际，俄罗斯核潜艇的出海瞬间让英国的神经紧绷了起来。据环球网援引英国相关媒体报道，英国媒体察觉到近日俄罗斯北方舰队大批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出海，并入侵了500米以下的深海之中，脱离了北约的监控之后进入了大西洋。报道称，此前在 G7 峰会期间，俄罗斯就派出核潜艇潜伏在峰会所在地附近海域，当时英法美三国同时派出反潜力量，但是到最后却一无所获。所以可以看出，俄罗斯核潜艇的威慑力对西方国家有足够的威慑力。西方军事专家认为，俄罗斯这样的行动确实很神秘，但是让人害怕的是，这些潜艇可能携带了大批的超高音速导弹。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核潜艇此时出海，属实是给了英国一个下马威，因为英国海军的主力舰队目前还没有回城，所以说一旦有什么动静，英国就不一定能够控制住形势。而且此前英国国防部采购部长就表示，英国的护卫舰5艘已经不能正常作战，只有1艘能够正常供海军使用。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英国家里着火的话，必定会对其造成严重的损失，这也是英国媒体恐慌的重要原因。对此，我国军事观察人士也做出评论，他们认为英国这时候属于是老家没人手，海军主力还在外面漂泊。
之前，英国护卫舰还去俄罗斯海域示威，此时看到俄罗斯潜艇出海，是怕家被偷了。也有人认为，俄罗斯这样的行动就是在和中国互动，因为如今中俄两国关系紧密，俄罗斯看到英国军舰来到南海，所以就派出了大批核潜艇来吓吓这些西方国家。所以我们奉劝那些像英国一样愿意为美国当炮灰的国家，还是不要派军舰航母到处乱窜了。如果闲得没事做，就在自家海域练练兵。倘若还要继续这样为了讨好美国，在各国海域瞎晃悠的话，指不定哪天就被其他国家海军把家给偷了。自苏联解体之后，东欧很快被传统西方国家的舆论控制，成为了反俄的先锋部队。而最近，乌克兰更是亲手堵死了自己的后路。在当地时间8月2日，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国际知名周刊《外交事务》上公开发表文章，点名批评普京，坚称乌克兰是属于西方的一份子，与俄罗斯甚至是苏联都毫无关系，俨然一副要去和普京拼命的架势。要不是没法换自己的肉体，这个乌克兰外长都想给自己换个西方的身体。很多人可能不清楚，之所以乌克兰外长会有这么一个突然的举动，是因为在上个月，普京就俄乌关系进行一个简短的评论文章，核心思想是劝乌克兰好好看待西方和整个世界的发展，不要一意孤行地充当西方国家反俄的工具。如果乌克兰放下这些政治倾向，俄罗斯愿意与乌克兰和平共处，就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说，俄乌一家亲。然而，这个俄乌一家亲却似乎踩到了乌克兰当局一些人的尾巴，直接就跳起来了。这也就有了在8月2日，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发文攻击普京的一幕，坚持认定谁和你是一家人。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不是同路人，普京的一家亲说法只是俄罗斯想要控制、吞并乌克兰的一个理由。有观察人士就对乌克兰外长的这番话感到十分荒唐，因为不论在哪种场合下，这其实更多的可以理解为邻国之间的一种友善态度，而不是简单的归类于吞并。更重要的是，俄乌目前局势最核心的冲突来源，依旧是由北约为主要引导的国际政治冲突。而乌克兰外长的这番话，其实就是亲手把乌克兰的后路给堵死。未来如果北约抛弃乌克兰，乌克兰很可能就直接成丧家之犬了，届时俄罗斯就更不会留情了。十分讽刺的是，乌克兰外长自称是西方的一部分，但至今为止多次申请加入欧盟和北约，却被法国、德国等主要话事权国家拒之门外。俄乌在今年6月份的边境冲突中，双方大军都已经开始集结，结果乌克兰向北约求援，却被推三阻四的拒绝，甚至法国总统还话里有话的表示，北约支持乌克兰一切对于俄乌边境的主张，这可就很有意思了。然而到了如此地步，乌克兰还坚持地相信着西方，希望西方能够看在自己忠心的份上赏口饭吃，让自己加入欧盟和北约，着实是不知天高地厚，有些可笑。南海太热闹，印度也想过来凑凑热闹，还对中国发出严厉信息，谁给的勇气？为什么说印度给解放军当个陪练都不够格？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我国南海海域最近一段时间似乎出现了宝藏一般，引得各方势力蜂拥而至。而吵得沸沸扬扬的英国航母打击群也刚刚才离开南海，德国又宣布将派遣军舰前往亚太，并且还会进入南海海域。可以这么说，南海地区一直都是热闹非凡。如此热闹的场景，印度似乎憋不住了，也想过来凑凑热闹。据说还想对中国发出严厉的信息。据环球时报8月2日报道，印媒声称，印度海军将派遣联合舰队前往南海和西太平洋地区，并且还会参加马拉巴尔21在内的多场军事演习。据印媒 Times Now News 网站报道，这支舰队将由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以及2艘轻型护卫舰组成。报道还声称，这次部署是印度继东方政策后向中国发出严厉信息。不过，似乎印度媒体认为自己嚣张过头了，所以在报道中也转述了印度国防部的声明，表示印度将寻求和平的存在，将会与友好国家达成一致。另外，印度时报还声称，参加多国演习是对中国发出印美日澳四方安全对话信息。自从印度加入四方安全对话之后，似乎觉得有人为他撑腰了，又开始在中印边境蠢蠢欲动了。先是陆军在边境地区持续增兵，而后空军更是将斥巨资购买的阵风战机部署在边境地区。现在海军也想趁热闹来南海分一杯羹，真当中国好欺负是吗？近几年来，印度军队的实力提升，大部分都是依靠买来实现的。阵风战机、苏30 MKI 战机、K9 自行火炮等大批装备都是通过购买才拥有的，甚至海军航母都是从俄罗斯买的。
印度海军什么实力，自己应该清楚，还想插手南海，还要向中国发出严厉的信息，真不知道印度媒体何来的自信。国产航母20多年了还没造好，再看看中国海军造舰速度更是如下饺子一般，海军吨位更是直逼美国海军。印度想要向中国发出严厉信息，纯粹是白日做梦。说白了，印度的实力还不够。中国海军近年来同美国海军博弈的次数数不胜数，可以说是丝毫不落下风。英国航母在来南海之前也是气势汹汹，似乎要在我国南海演一出大戏。结果呢，还不是被解放军拿来当陪练，在解放军接连的实弹演习警告中，灰溜溜的走了。所以说，就印度海军那几艘小破船，就不要拿到南海来显摆的。说句不好听的话，给解放军当陪练都不够格。